歡迎收聽一道微光同志小說，作者書野，故事馬上開始。梁浩天瞥見了白奇遠，然後湊到林輝耳邊嘀咕了一句什麼。林輝含笑點頭後，梁浩天便起身，拿着自己的酒杯，從容地坐到了白奇遠旁邊。喲，白教授，今天怎麼捨得下凡了？願意來體驗一下我們凡人的快樂？梁浩天一開口就是調侃，平時我怎麼請都不來，宋毅一叫你就到啊，見色忘友啊！你說什麼呢？不是你想的那樣。不知道是梁浩天故意的，還是真的因為酒吧的音樂声音太響。梁浩天扯着嗓子喊：你說什麼？白奇遠無奈地摇了摇頭，借機轉移了話題。他看了一眼不遠處的林輝，打趣道：倒是你，看來愛情假期過得很滋潤。那是。梁浩天一臉听着很受用的感觉，語氣裡帶着掩不住的得意。哎呀，是不是愛情我不知道，但他床上的表現確實越來越讓我 surprise， 甚至可以說是上癮。白奇遠聽得有些尷尬。除了這個，你倆就沒點別的？目前就這些呀，這就夠了，還能有什麼？梁浩天笑得沒心沒肺。好吧，你開心就好。奇遠，你這人就是太正經了，別什麼事都上綱上線，那樣很難快樂起來的。梁浩天舉杯和他碰了碰，正說着，一個衣着時髦的男人從不遠處的吧台邊走到了林輝身邊，語氣帶着幾分曖昧。這位先生，您有沒有興致跟我跳支舞？梁浩天猛地從沙發上彈起，瞬間閃到那闖入者面前，眼神凌厲。他沒有，而且就算有，他也只能跟我跳。林輝笑着點了點頭。男人見狀，討了個沒趣，悻悻離去。梁浩天像個成功守住了領地的將軍，再次神氣活現地坐回林輝身邊。白奇遠在一旁看着，忍不住笑出了聲。你自己偷着樂什麼呢？宋毅湊得很近，話音中帶出的气息拂過白奇遠的耳側。也跟我說说呗，也讓我也樂一樂。沒什麼。我算看出來了，你是真的不喜歡這種地方。可能是性格使然吧，但絕對算不上討厭。白奇遠垂下眼眸，看着杯中漂浮的碎冰。我也不想太封閉自己，偶爾來一次两次的也不錯。宋毅低聲笑了，然後看着他被酒吧燈光晃得有些迷離的側臉，久久不願移開目光。对了，白教授，我能不能叫你奇遠？可以啊。那你也叫我宋毅就好了。好。白奇遠看了他一眼，笑了一下，隨即又轉移了視線，躲開了對方那灼熱的目光。白奇遠抬眼看見梁浩天和林輝正齊齊望向他這邊，讓他哭笑不得的是，梁浩天還默默地對他豎了個大拇指，用嘴型無聲地說：給你點個讚。白奇遠心底泛起一陣無奈，這都哪兒跟哪兒啊？深夜，特助將車停在白奇遠家樓下，白奇遠與宋毅先後下了車。玉成，你怎麼在這兒？站在黑暗裡的唐玉成緩緩走出來，路燈從頭頂投射而下，讓他的雙眼陷在眉骨的暗影中，神色晦暗不明。我在等你。說着，唐玉成的目光從眼前人移到正站在車的另一側的宋毅身上，他微微頷首，禮貌卻疏離地打了個招呼：你奇遠說他今天沒喝多少，別擔心。宋毅衝唐玉成笑了笑，然後回頭對白奇遠感嘆道：你這侄子真懂事，這麼晚還守在這兒等你，真是有心了，比我家那小子強多了。唐玉成臉上沒有一絲笑容，只是直直地看着白奇遠。白奇遠客氣地回了一句：是啊，玉成確實很細心。頭頂的光趁着唐玉成的頭部移動到某個角度的時候，快速地掠過他深不見底的眼眸。雖然只有一瞬，但那一抹冰冷的眸光卻讓白奇遠心頭一跳。他察覺到了唐玉成的不悅。我們也沒說什麼出格的，他怎麼突然不高興了？奇遠叔，不早了，咱們回家吧。奇遠，他說的對，快上去休息吧。宋毅依舊保持着得體的風度。今天辛苦你了，晚上咱們玩的還是很愉快的，就像你說的，偶爾出去玩一次，換換腦子也挺好。不過今天的酒吧是有點亂，下次我帶你去我朋友開的那家，很有氣氛，又不会很吵。是嗎？好啊，謝謝你宋總。又叫得這麼見外了。宋毅，這還差不多。好了，快上去吧，奇遠，晚安。晚安。說着，宋毅坐回了車裡，車駛離，唐玉成在前，白奇遠在後，兩人一前一後走進電梯。狹窄的空間裡，寂靜被無限放大。白奇遠側頭看向旁邊，只見唐玉成仰着頭盯着電梯門上方顯示的樓層數，他的後槽牙緊緊咬合，側臉的輪廓因肌肉的緊繃而顯得稜角分明。玉成，你生氣了？白奇遠試探着問。沒有，
可你的表現明明就是生气的樣子。今天我真沒喝多，多虧宋總幫我擋了幾杯。是嗎？唐玉成終於轉過頭，眼神深沉地發暗。他叫你齊遠就可以，為什麼我叫就不行？你生氣就為了這個？白齊遠忍不住笑了一下，唐玉成卻直勾勾地盯着他，眼神裡的壓迫感讓白齊遠立刻收斂了笑意。你幹嘛這麼看着我？唐玉成眼裡的火在那一瞬熄滅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失落。你喜歡他？電梯門開，兩人走出，唐玉成依然走在前面開了門。他先換好鞋，然後彎腰把白齊遠的拖鞋遞到了他的腳邊，但他始終沒抬眼，這鞋遞的比平時多了一種委屈。謝謝。白齊遠換上鞋，兩個人來到客廳。你想多了，什麼喜歡不喜歡的都是男人，怎麼可能？他是我老闆，今天純粹就是工作後的應酬。是嗎？男的就不能相互喜歡了嗎？唐玉成突然停住腳步，白齊遠語塞，半晌才低聲道：那倒也不是，我不介意喜歡男的。白齊遠抬眼看着他，眼裡閃過一絲驚異。這個屬於個人選擇問題，你放心，叔叔不會干涉你，會尊重你的。你現在的任務就是學好習。唐玉成此刻顯然沒心思接他學習這茬，他背過身，背影透着一股壓抑。客廳再次陷入了寂靜。說實在的，自己這些年也算見過不少大風大浪，可此刻的白齊遠竟有點久違的心慌。他不知道為什麼，他反復回想自己剛才說過的話，似乎並沒有說錯什麼。他是我的老闆，他叫我名字很正常。你是晚輩，哪有直呼長輩姓名的道理？從後面看，唐玉成的肩膀隨着他深深嘆的一口氣聳起又落下。反正就是他可以，我不可以。我不是那個意思。那你是什麼意思？唐玉成猛地轉身逼近，距離瞬間縮短，近到就差鼻尖抵鼻尖了。白齊遠呼吸一滯，瞳孔驟然緊縮。他怎麼突然靠得這麼近？他心裡開始莫名的緊張，心跳不由自主的加速。對方的鼻息撲面而來，自己的也隨之而出，他們交織在兩人的方寸之間。隨即自己的嘴巴，自己的思維似乎開始脫離自己的控制，想爭辯點什麼，說不出來，一個字都說不出來。想後退，可身體的零件似乎開始有了自己的意識，直接拒絕了他大腦發出的命令，纹絲未動。奇怪，我這是……就在他愣神的一瞬，唐玉成帶着強硬語氣的話語又把他拉了回来。你說話啊。白齊遠的嘴型依然停留在那個我字上，但沒有任何聲音被發出來。太近了，近到我可以清晰地看到映在他幽深瞳孔裡的我自己，那個此刻正怔住的自己。在那片漆黑的底色下，我看到了更多。他眼睛裡的那個我似乎在被無數只手臂抱住，幾乎要被溺斃在這片黑色之中。白齊遠猛然回神，用力推開了他。我沒什麼好說的。他1秒鐘收拾好自己的失態。我是你叔，沒什麼道理可講，你就得這麼稱呼我。我累了，我要去洗澡睡覺。唐玉成立在原地，沒有說話。他沒有得到任何答案。也許他想要的根本不是一個答案，而是想穿過那層名為長輩的偽裝，看清那顆被嚴防死守的心。看着白齊遠走向浴室的背影，唐玉成感到一陣鑽心的難受，但他生生忍住了。在這一刻，他想通了一件事，無論隔在他們倆之間的是什麼，他都不在乎，什麼都別想攔住他走向這個人的腳步。白齊遠走進浴室，門被關上的那一剎那，他剛才的故作堅強立刻消失殆盡。他褪去衣衫，站在花灑之下，打開開關，水噴灑在他身上。此刻的他想洗去這一天粘稠的汗，更想讓這具莫名發燙的身體冷靜下來。但適得其反，唐玉成剛才的呼吸，那種如影隨形的壓迫感，似乎還在無休無止地不停地撲向他的臉。身體的某處在叫囂，在覺醒。腦海中不斷浮現出唐玉成看他的眼神，那一抹幽深背後的熾熱，像一股電流不受控制地蔓延到他的四肢百骸。我問你個問題，如果唐玉成他喜歡你，你會怎麼辦？快感像潮水般將他徹底淹沒。不可能，就這樣。他在水聲中沉淪，任由感官在極致的緊繃後迎來徹底的釋放。當潮水退去，白齊遠整個人軟塌塌地靠在牆上，胸口剧烈起伏，大口地呼吸着。這說明不了什麼，我只是太久沒有發洩過了。